这是多么极其震撼的一幕！一架客机正在以俯冲的姿态穿过城市，由于发动机失效，机长不得不紧急迫降。飞机在水泥森林里惊险地穿梭了一会儿，撞上一栋大楼，机毁人亡。萨利机长瞬间就被惊醒，猛地坐了起来。原来刚才是他做的一场噩梦。醒来后的他心有余悸地想起，自己昨天驾驶的1549号飞机已经在哈德逊河上成功迫降了。萨利是一名机长，一头白发，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生活中的他极其自律，不管多冷的天气，他都会坚持外出跑步。即使已经60岁，萨利的自律习惯依旧没有变过。萨利很明白机长这2个字所蕴含的重量。当你驾驶飞机时，飞机上乘客的生命就已经握在了你的手里。萨利不允许自己有丝毫松懈，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飞机上。2009年1月15日这天，萨利像往常一样到达了机场。此次1549号航班将从纽约拉瓜迪亚机场飞往夏洛克。飞行前，他和副机长做着各种检查，确保飞机没有问题。随着150名乘客陆续落座，飞机从跑道缓缓攀升。可刚起飞没多久，飞机就遭遇了鸟群，左右2侧的引擎遭到撞击后，瞬间燃起大火，2台发动机都停止工作。萨利反应迅速，在打开辅助动力装置后，立刻提醒副机长翻看检查单，查看2侧发动机全毁的情况下该怎么处理。同时，萨利对机场控制塔汇报情况，机场的主管随即指示1549号班机立即折返。此时，飞机爬升的高度还很低，底下就是人烟稠密的纽约市区。萨利机长发现不能掉头折返机场，于是准备安排客机飞往新泽西的泰特伯勒机场做紧急降落。但其后机长又发现，当时飞机的高度及下降速率无法让客机安全降落于泰特伯勒机场，他必须选择迫降。不远的哈德逊河是最佳迫降地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工作人员都不敢相信，因为飞机如果发生事故，能迫降在地面，绝对不会选择迫降在水里。迫降水里一定是下策，而且飞机迫降在水面以后，即使飞机没有解体，飞机也会在数分钟内迅速沉没，而救援的时间就是决定生还者的黄金时间。工作人员反复提醒萨利机长，即使不原路返回，也必须就近原则，降落在其他机场。对此，萨利只是简单的回复了一句：“做不到。”话音刚落，飞机就在雷达上失去了踪迹。此时机身出现了震颤，萨利机长通过广播发出预警。机舱内2名空姐虽然怕得发抖，还是径直的不停高喊着，让乘客们保持防撞姿势，抵御冲击。而乘客们有的开始祷告，有的开始给家人编辑遗言。所有的乘客整齐划一，做好了预备冲击的动作。飞机以极快的速度穿过城市，人们从来没见过飞得如此之低的客机。机舱内的乘客互相安慰，他们都相信这次的事故会没事的。萨利小心翼翼地操控着飞机，要命的一刻还是到来了。飞机在接触到水面的一瞬间，爆出巨量的水花，在河面上方滑翔了很长一段距离，缓缓下降着，以机腹接触水面的姿势冲入了水中。随后机头埋入水中，剧烈的震荡之后缓缓停了下来。宽广静谧的河面上突兀地停着一架飞机，很显然迫降成功了。但下一秒河水迅速涌了进来，飞机很快就会下沉。萨利机长不敢耽搁，立刻走出驾驶舱，让乘客们赶快撤离。被吓傻了的乘客们这才缓过神来，慌慌张张的开始拼命的往外挤。萨利机长有条不紊的配合着机组人员一起疏散乘客。飞机2侧放出了充气救生艇，乘客们向上面转移，但是救生艇位置不够，很多乘客没有办法，只能站在2侧的机翼上。随着飞机的不断下沉，河水也慢慢漫过他们的脚面。河岸警卫队在发现客机落水后，第一时间奔赴了现场救援。与此同时，直升机救援队也已经起飞。收到消息的媒体记者也都赶到了河岸。时值冬季，乘客在河面上冻得瑟瑟发抖，有的乘客太过紧张，跳入河中，想要游到对面岸上，也被潜水员救了起来。此时的萨利机长还在机舱内，踩着冰冷的河水，仔细搜查着机舱的每个角落。在确保没有乘客被遗漏后，才在空姐和副机长的催促下逃生。临走前，他不忘拿起飞行手册，才从容不迫地离开，登上了救生汽艇。他是最后一个撤离的人，机长和船长永远都应该是最后离开的那个人。如果韩国世越号的船长也有这个觉悟，就不会酿成后面的悲剧。随着救援人员的陆续抵达，150名乘客加上5名机组人员，共计155人，全都毫发无损的获救。人们把这次迫降称之为哈德逊奇迹。冷静果断的萨利机长也成为了民众口中的英雄。然而，美国的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却对此事另有看法，他们不认为萨利是个英雄，而是一个大骗子。这个男人曾经亲手拯救了155名乘客的生命，可是现在他却被高层认为是个骗子。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对这次的迫降事件进行了调查，
在调查期间，萨利和副机长只能够住在酒店，方便工作人员监视。每天，萨利都会被噩梦惊醒，他感到深深的后怕。如果自己没能成功迫降，那么机组上的150多名乘客将会因为自己的失误而死亡。因为这件事，萨利机长成为了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采访他的记者媒体络绎不绝，酒吧里的老板甚至还以萨利的名义命名了一款新酒。这一切都让萨利有些猝不及防，他还没想好如何成为人们口中的英雄。调查小组的人员就如期找上门，他们要对萨利和副机长进行相关调查。这些人虽然很客气，但是非常刻薄，提到事故时，他们的用词是坠机。萨利对这个说法很不赞同，他当即表示这不是坠机，只是水面迫降。调查人员没有多说，开始提问。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原路返回拉瓜迪亚机场？按照电脑的模拟情况，萨利完全有时间将飞机开回机场。对此，萨利有自己的解释。当时遭遇鸟群的时候，飞机还没有拔升到足够的高度，往回飞的话肯定会出事。而哈德逊河长、宽、平都很合适，可以冒险尝试让飞机迫降。然而这个问题还没有结束，调查人员又问：当时你明明说了要返回机场，为什么又没有执行？萨利解释说，左转掉头之后才发现没有办法再回到机场了，而且一旦反抗的话，就真的一点退路都没有了。针对萨利的话，调查人员又提出了质疑。那么你是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计算出飞机的参数是不足以返回机场的呢？萨利回答对方，当时根本没有时间计算，是凭着40多年的驾驶经验目测高度和速度的。他觉得降落在河上应该能成功，所以就赌了一把，而且赌赢了。显然这些话并不能让调查小组信服，他们开始询问萨利机长的生活情况，询问萨利的睡眠情况，血糖如何，是否喝酒，是否滥用药物，家里有没有烦心事，试图查找他操作失误的可能性。对此，萨利如实交代，起飞前他睡了8小时，状态很饱满，而且他没有任何服药的记录，精神上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生活和谐，家庭幸福，不存在报复社会的情况。但调查小组还是不满意，他们表示电脑在当时检测到左翼发动机还有动力，所以萨利所说的双发挺车迫降，他们并不认同。调查小组非常相信工程师们测算出来的数据，对于萨利的解释，他们只当是狡辩。萨利不服，他决定亲自和电脑比试一波。这是美国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件，一个被人们奉为英雄的航班机长，却被媒体和上层人员诬陷成了骗子。被隔离监视了1个月之久的萨利，始终没有回过家。妻子打来电话，通知银行的账单到期了，如果不能及时交款的话，房子就会被银行收走。萨利烦闷不已，现在的他还在监视当中，根本不能离开。如果不能成功通过这次调查的话，他肯定会被航空公司辞退，辞退的人是没有退休金的，这对于他这个60多岁的老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目前调查小组认定的是，在当时撞击鸟群后，飞机的左翼发动机仍有动力，那些动力足够让萨利把飞机开回机场。可是萨利没有，他违背了机场的命令后，将飞机迫降在了河面上，这几乎是把飞机上的100多名乘客往火坑里推。但萨利不这么想，根据他40多年的飞行经验，当时开回机场的话肯定是死路一条。因此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的调查小组决定召开了一场听证会。会议上，安委会成员仍然坚持这次事故是坠机，这次是副机长出言反驳。他认为安委会这样做简直就是在钓鱼执法，当时的情况只有他和萨利机长清楚，而且幸亏萨利当时没有返回拉瓜迪亚机场，而是选择在河面上迫降，不然他们早死了。他可以担保，飞机成功迫降的唯一原因就是萨利在遭遇鸟击后，第一时间打开了辅助动力装置。而如果走正常的检查程序，第15件事才是打开辅助动力装置，那个时候他们早死了。萨利接过副机长的冷嘲热讽，冷静地解释自己十分熟悉流程，也有相当多的事故调查经验，所以当时才做了那样的选择。但是这种解释，成员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要证明工程师提供的数据是对的，而萨利的经验是错误的。屏幕上的2名机组成员将会在工程师制造的模拟舱里重现当时的情景。经过多轮验证，计算机的演算结果确实准确无误，飞机确实能平稳地落在跑道上，没有出现1毫差错。这几乎就已经是给萨利定罪了。萨利坚持认为是数据出了错，但是这个说法成员们根本不接受，他们只认数据。萨利有些愤怒，要求检查左翼发动机，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是左翼发动机已经丢失了，现在是死无对证，他们百口莫辩。面对众多质疑的目光，萨利显得非常冷静。他表示，这些模拟者都是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操作调整飞机，他
他知道如何转向，如何返回机场。而在模拟之前，他们还接受过相关训练，他们早就预先知道了结果。这里面没有任何人类分析和决策的过程，这是不人道的。他问成员们，这些飞行员准备了多久、多少次才最终成功的？在萨利的逼问下，调查成员才承认，他们的模拟者训练了17次。此话一出，与会的人们一片哗然。萨利发话：“你们想找人为失误，那就把人的因素也考虑进去。”显然，调查小组忽略了人为因素的存在。于是，萨利要求严格按照自己当时的情况模拟。当时在遭遇鸟群后，萨利机长和副机长至少有1分钟时间在进行分析和决策。如他所说，调查组长将反应决策时间设置为35秒。副机长觉得这太少了，但萨利选择接受。再次进入模拟试验，35秒之后再按照既定程序进行模拟操作。结果显示，无论怎么操作，飞机都不能够安全降落在机场。接连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事实就摆在眼前。在场人员纷纷低声议论。在副机长的要求下，调查小组放出了当时的录音，大家戴上了耳机，通过录音重新回顾了那惊心动魄的208秒。萨利的冷静和沉着，最终让调查小组的人陷入一片沉默。此时传来了一个更好的消息，沉入河底的左翼发动机被打捞上岸了。事实证明，萨利说的没错，当时确实是双向停车，没有任何动力，迫降河面是当时唯一的选择，而萨利做到了。沉冤得雪，萨利如释重负。恪尽职守的萨利机长在关键时刻的判断和决策征服了所有人，其中也包括在场的调查小组。拯救了155人的萨利机长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可萨利机长没有鞠躬，他对着所有人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人一起齐心协力的结果。”本片萨利机长是根据2009年真实事件改编而来，其中导演就是大名鼎鼎的易老爷子。这部电影的视角并不局限于灾难的开始和结束，他将更多的目光聚焦到了灾后的审问和调查上。对于导演来说，他想要的并不是一个英雄，而是一个普通人。正如萨利在电影中所说：“我并不觉得自己是英雄，和别人一样，我只是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已。”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